我买的蝴蝶兰，第一年10几朵花，去年20几朵花，今年直接暴增到65朵，而且还是单花枝5分叉，简直美到犯规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总结了6个爆花关键因素，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我放在了最后，请一定点赞收藏好，避免想用的时候找不到。1. 品种是基础，选对爆花潜力股。想要蝴蝶兰开花多，90%以上的人认为养护最重要，大错特错，选对品种才是王道。如果你想追求花量，选择蝴蝶兰品种的时候，小花、多分叉、多花型的品种是关键，那种一开一大串的品种最好避开。一般单杆大花型的蝴蝶兰天生花量有限，除非是养兰大神，否则很难开出几十朵的壮观景象。选对品种是爆花的第一步，品种好，苗也一定要壮，否则也是买一盆死一盆。2. 苗要足够壮，根壮叶茂，能量足。健康的植株是爆花的前提，就像人一样，只有身体好才精力充沛，蝴蝶兰也一样，苗壮才能积蓄更多能量去开花。那么怎么辨别苗是不是壮势呢？如果你不太会辨别的话，下面的内容一定要仔细看。一看叶片，壮势的苗叶片一定要多，因为叶片越多，光合作用越强，能量就越多，才有开花的底子。如果想要开花多的话，至少需要10片叶子以上，所以我们买蝴蝶兰的时候，叶片至少需要买5片以上的，否则拿回家缓苗都费劲，就别提爆花了。2. 看根系，发达的、粗壮的根系是吸收养分的保障，所以如果根系比较细，又稀稀拉拉只有一点的话，那么这颗蝴蝶兰开花也不会特别旺。3. 花后要休养生息，减花杆，促生长。当你的蝴蝶兰第1朵或第2朵花开始凋谢时，就说明它需要休息了。这时候千万别舍不得花梗，及时剪掉才是对它最好的爱。花开太久会过度消耗植株养分，不利于后续缓苗和再次开花。修剪时，在花倒数最后一个节点处留1厘米，咔嚓一刀剪掉。当然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，有些时候也是需要保留花剑，或者选择不同的修剪地方。这些做法也不是就做错了，只是目的和功效不太一样，没有对错哦。植株休息好了，一般每年长2至5片叶子是没什么问题的。4. 施肥是助燃剂，营养充足，花才多。想让蝴蝶兰爆花，施肥必不可少，所以用对肥很关键。兰花专用肥是首选，但如果没有兰花专用肥的话，普通花肥也行，但浓度要减半再减半，通常用1/3的比例就够了。选对肥料后，施肥的时机是另外一个关键。平时施肥就用花多多1号来促进根叶生长，进入花芽分化期，也就是开花前，需要更换成磷钾肥为主的肥料，比如花多多2号。5. 光照是核动力，多晒阳光，花量翻倍。光照决定一切，想让蝴蝶兰爆花，光照绝对是最核心、最关键的因素，没有之一。下面给大家科普一下蝴蝶兰所需的光照强度。一般1.7寸的小苗需要8000勒克斯，而2.5到3.5寸的中大苗需要1.5万到2万勒克斯，但到了催花期就需要3万到3.5万勒克斯。可能大家对勒克斯没概念，简单来说就是光照越强越好。给大家的建议就是，家庭养护的时候尽量给最强的光，尽力创造最好的光照条件。比如室外光照就比室内光照好，有条件的一定要搬到室外养，路养的阳光是最好的补光灯。但不是说随便晒就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，晒太阳也是有技巧的。当温度低时，也就是春季、秋季以及冬季，可以晒直射阳光，尽情晒。当温度高时，也就是夏季，绝对不能暴晒，否则会灼伤叶片，建议晒上午10点前或傍晚的阳光。补充说一下，冬季可以晒全日照，抓住冬日暖阳，让兰花尽情享受阳光浴。晒红了叶子没关系，但也要时时关注叶片，避免晒伤。很多花友没有路养的条件，当放到室内养护时，可以请补光灯来帮忙。用补光灯的时候，大家容易忽略一点，就是不能保证每片叶子都能照到。我强烈建议盆与盆之间不要太近来，保证不会遮挡住光。
最后，我们要说养花里面最基础的部分，虽然不是最重要的，但却是最容易犯错的部分，那就是浇水。今天从另外一个维度来好好说一下蝴蝶兰的浇水。6. 浇水，干湿循环是生存法则。说到浇水，先按地域来说明。先说北方，北方一年四季室内温度高，一般冬季供暖，湿度低，水苔种植的蝴蝶兰花盆2到4.5寸的，一般浇水量不超过80毫升，确保水分能够在7天之内变干。我们可以先浇水50毫升，如果3天就彻底干燥了，那么下次可以用60毫升，如果超过7天还没有干，下次就酌减水量。如果是树皮或者混合种植的话，北方可以使用半水耕法，不管用奶茶杯还是水果杯，底部不打孔，在距离底部2厘米左右的位置打孔，这样浇水后，盆里就会留下几厘米的积水，多余的水会从侧孔流出去，同时还能保证侧孔通风。这样的方法，盆底的积水会慢慢被毛细作用吸上去，同时还会在盆里造出湿润但不过分的小环境。而南方的话，由于湿度大，花盆底部一定要有孔，或者也可以买蝴蝶兰专用花盆，保证透气性。浇水的量可以根据花盆大小和当地湿度调整，只需记住浇水后水苔不要太湿，微微湿润就可以。这样的浇水方法，你可能觉得没有浇透，其实水苔在1个小时内就能将水分均衡配比，直到所有水苔水分一致。其实据我了解，很多人并非不会浇水，而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浇水是个难点。那么就分享如何判断浇水的5点标志。1. 可拿起花盆观察，若水苔颜色转为浅卡其色，或整盆拿起时觉得头重脚轻，则可浇水。2. 在浇水前，可以用手指插入土壤2至3厘米深，感受土壤的湿度。如果土壤还是湿润的，就不需要浇水；如果感觉干燥，就可以浇水了。3. 简单点的判断方法就是看根系的颜色，根系在吸饱水分后会变得深绿色，在缺水的状态下是灰白色、灰绿色，判断根系比判断植料简单一些。4. 有时候花盆壁上面有一层雾气，不要看到雾气就觉得水分充足，还是要看土壤里面的根系颜色。5. 不要用花盆表面根系的颜色判断，需要看花盆中层以下位置的根系。浇水时还有一些注意事项不能忽略。首先，使用温和的水质，最好是雨水或经过过滤的水，避免自来水中可能含有的氯和盐分。其次，夏季一定要早晚浇水，避免中午的时候浇水。还有就是千万别朝叶片跟花瓣直接喷水或者浇水在叶子上，必定造成积水后烂叶。也不要有事没事朝叶子花瓣上喷水，水珠停留在叶片上会导致灰霉病，残留水珠也会容易折射阳光，造成烧叶，水珠也会造成真菌生长。但如果不小心把水溅到叶心，可以用餐巾纸吸收一下，也不用钻牛角尖，弄到一滴水也没有。如果以上的你都做到了，但植株还是经常烂根，不管是基于环境潮湿或是浇水的频率，都可以考虑将部分水苔换成树皮，这样一来就能快速减少水分留在盆内的量与时间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蝴蝶兰爆花的内容，你学会了吗？喜欢养花，觉得有所帮助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